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这是著名投资家瑞达利欧第二本以原则命名的书。他的上一本《原则：生活和工作》介绍自己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恪守的原则，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光是在中国大陆的销量就超过了200万册。咱们听书栏目也解读过。而这第二本原则，它的主题要更为宏大。他谈的是世界运行的原则。这本书同样一上市就备受瞩目，被基辛格、比尔盖茨等人盛赞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必读之作。达利欧是谁？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他是大名鼎鼎的桥水基金的创始人。桥水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史上最赚钱的对冲基金，他旗下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了1600亿美元。达利欧本人入选过福布斯世界前100名富豪，以及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在这本新书里，达利欧想要用一套模型和算法来回答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那就是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他想要从历史中寻找到国家和社会兴衰的普遍规律，并把这些规律称为原则。你可能会有疑问，一个投资家为什么要去研究历史规律呢？这是因为他意识到，只有掌握了世界运行的规律，才能更好地预测各国经济的走势，从而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规避风险，赢得经济回报。他需要关心大萧条、革命和战争什么时候到来，并及时地采取应对之策。他说，我需要知道我的方法能否取得长期效益。如果我不能自信地解释历史背景，或者至少做出应对未知情况的策略，那么我认为自己的疏忽是极其危险的。一次重大的投资失误就可能让一家公司陷入债务危机，造成破产。达利欧在桥水公司建立了一套投资分析系统，研究了过去500年9个大国的历史，包括荷兰、英国、美国、中国等等。他从中总结出一套国家兴衰的周期率。这个系统纳入了上亿个数据和指标，并由此建立了各种分析模型。这些模型重点考察了18项影响国家兴衰的因素，包括教育、创新和技术、成本竞争力、军事实力、贸易、经济产出、储备货币地位、资源分配效率等等。对历史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是极为罕见的，这需要强大的建模能力以及数据检索和处理能力。这套模型让达利欧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他用模型指导投资决策，也用它来探索世界运行的规律和原则。而这本书就是他多年研究沉淀的结果。这本书的体量非常庞大，有50万字，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咱们时间有限，我只能把最核心的内容介绍给你，强烈建议你花时间细读一下原书。接下来我分2个部分来为你介绍。第一部分，看看达利欧是如何为大国兴衰建立研究模型，划分历史阶段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哪些特征。第二部分，看看影响国家兴衰的因素有哪些，有哪3个最重要的周期。这些内容都指向一个终极问题，那就是世界如何运转。好，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看看达利欧是如何研究历史，为历史建立模型的。刚刚提到，达利欧研究了过去500年9个大国的兴衰，其中包括3个储备货币帝国和6个目前的主要大国。所谓储备货币帝国，是指其他国家都拿这个国家的货币当作国际结算和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比如美元是目前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历史上有3个帝国享有过这种待遇，分别是荷兰、英国和美国。而他研究的其他6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国。这6个国家都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上升，这引起达利欧的格外重视。因此他研究了中国从唐朝以来各个朝代的历史。通过对这些国家历史的研究，他发现了一些治乱循环的基本规律。世界进步的轨迹是呈螺旋式上升的，大国的发展总是在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萧条、统一与分裂的极端状况之间周期性的循环。
当然，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方向是越来越好的，比如全世界的人均 GDP 和预期寿命都在显著的提高，尤其在19世纪以后，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么这些大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大周期里，都需要经过哪些阶段呢？每个阶段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又是什么？这是达利欧研究的重点。他把国家兴衰的大周期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上升阶段、顶部阶段和下跌阶段。咱们一个个来说。先说上升阶段，这是新秩序或新政权建立之后的繁荣建设期。在这个阶段，往往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他会设计一个出色的系统，使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快速发展。这个系统包括哪些要素呢？达利欧认为，包括强大的教育实力、创新和发明新科技，对新思想、新技术保持开放的态度，平民百姓和政府、军队之间能通力合作。经过上下一心的发展建设，国家会变得更有效率，在全球市场中更有竞争力。随着国际份额的增加，国家需要发展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贸易路线和海外利益。如果这个过程进展顺利，那么这种良性循环就会推动国家收入继续增长，从而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研发当中。我们以荷兰为例，来看看一个大帝国在上升期的表现。你可能知道，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尼德兰革命。尼德兰主要就是指荷兰，当时荷兰出现了一位富有才干的军事指挥官威廉一世，他联合荷兰各省反抗西班牙人的统治，在1581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共和国。在欧洲的封建堡垒中，荷兰凭借制度优势迅速崛起。他们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有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当时荷兰的海外贸易额占到全世界的1/3左右。荷兰人发明的先进传播能到世界各地开展贸易活动。为了支持海外贸易，荷兰政府增加了军事投资，在一系列军事冲突中成功地遏制了英国，从而控制了更多的贸易路线。不仅如此，荷兰人还把本国的货币荷兰盾发展成全世界最早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当时荷兰的全部人口不过100-200万。在荷兰盾之前，还没有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国际储备货币。而荷兰盾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地位，除了依靠荷兰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外，还有赖于一套具有创新性的金融体系。1609年，荷兰成立了外汇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它的业务是确保荷兰盾与其他货币实现公平公正的兑换，杜绝市面上经常出现的假币和劣币。这帮助荷兰盾建立起了国际信用，也使得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比如在波罗的海贸易和俄国贸易中，交易各方完全依靠荷兰盾和阿姆斯特丹银行汇票来定价和结算。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荷兰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的人均收入达到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2倍多，因此他们有更多的钱投资在教育和基础设施上。这一系列的措施让荷兰迅速崛起为叱咤风云的海上马车夫。达利欧认为，在一个帝国的上升阶段，国家的债务水平往往比较低，不同阶层之间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地位的差距都比较小，大家可以通过有效合作来创造繁荣的局面。政府也会利用市场来激励和支持老百姓致富，而最有效的激励措施是发展贷款、债券和股票市场。这样，老百姓就能把储蓄转化成投资，为国家的创新和发展提供资金。如果一个国家通过扩大国际交易变成最大的外贸国家，那么它就可以用本国货币支付海外贸易。世界各地的商人也希望存储这种货币，这种货币就会变成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而一旦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获得巨大的优势。这一点咱们稍后还会详细说到。好，说完上升阶段，接下来咱们再说第2个阶段，也就是顶部阶段。既然是顶部，那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周期里国家实力的最高峰，但同时导致衰落的因素也在慢慢滋长。有哪些因素呢？
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优势下降，这体现在劳动力价格和劳动者素质两个方面。在这个阶段，国家既富有又强大，劳动者收入很高，但这也意味着劳动力的成本在上升，国际竞争力在下降，因为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这会促使一些企业到国外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造成就业机会外流。另一方面，领先大国的国民变得富有之后，他们往往不会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而是想安逸地享受生活。他们失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许多人甚至宁愿通过借钱维持生活，也不愿意工作赚钱。这也催生了债务，埋下了金融泡沫的隐患。第二个导致衰落的因素是领先大国的制度和技术会被其他国家模仿，这进一步降低了领先大国的竞争优势。比如荷兰人造的船舶一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后来英国造船商雇用荷兰设计师设计了更好的船舶，再交给更廉价的英国工人来生产，这使得英国的竞争力越来越强，而荷兰的优势越来越弱。第三个因素是贫富差距扩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收益的分配是不平衡的，资本收益常常会高于劳动收益，富人可以用钱生钱，还可以用资本影响政治，进一步为自己谋利，也为子女争到更多的机会，比如进入更好的学校和工作单位，而穷人的发展路径逐步被锁死，他们获得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有限，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也因此底层群体对政府和体制越来越不满，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得撕裂，怨恨情绪逐渐蔓延。不过，只要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依然在提高，那么这些分歧和怨恨就不会酿成冲突。第四个因素是维持帝国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成本甚至高过了收益。比如书中提到，在1870年左右，大英帝国的实力达到巅峰，它创造了全世界 20% 的收入，控制着全球出口总量的 40%， 全球陆地面积的 20%， 全球人口的 25%。 英镑也因此成为无可争议的国际储备货币。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国继续扩张领土，但是已经开始出现衰落的苗头。它的官僚机构变得臃肿庞大，国内的不平等和冲突在加剧，新的竞争对手崛起，特别是德国和美国因为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交通、通信、能源和军事方面都得到迅速的提升。到1900年，德国的 GDP 甚至超过了英国本土，成为英国最强劲的对手。虽然英国仍然保持着海军优势，但是为了应对竞争对手的追赶，不得不陷入昂贵的军备竞赛，而各国之间持续的军备竞赛逐步升级，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参战的各方都陷入了虚弱无力、负债累累的境地，英国的世界霸主位置也慢慢的被后起之秀美国所取代。经历过顶部阶段的辉煌之后，必然会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下跌阶段。没有一个国家能永远保持巅峰状态。达利欧说，下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会充满各种争斗和结构性重组，从而导致严重的冲突和巨大的变革。不过，下跌的过程也会推动内部和外部新秩序的建立，为下一个新秩序和繁荣建设时期埋下种子。达利欧强调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他认为萧条、革命和战争虽然会造成大规模的破坏，但它们就像是一场净化世界的风暴，也会扫除各种积弊，所以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下跌不可避免呢？达利欧是这样分析的，当一个国家处在顶部阶段的时候，他凭借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权，可以向其他国家大规模的借款，而其他国家需要储备货币，也愿意借钱给他，这会形成一个吊诡的局面：穷国借钱给富国，富国再用这些钱购买穷国的商品。对拥有储备货币铸造和发行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优势，它会充分加以利用。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掌握特权的国家最后几乎都不可避免的会过度的借款。比如目前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同时它也是全球赤字率最高的国家。202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创下历史第二高，达到 2.77 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4%。美国背负了巨额的债务，从短期来看，这提高了美国的消费力，但从长期来看，它会损害国家的财政健康和货币价值。用达利欧的话说，国家看起来非常强大，但它的财政实力实际上已经削弱。美国为了维持国家地位和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准，以及为国际军事冲突提供资金，不得不大举借款，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美国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当它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的时候，就开动印钞机大量的印钞，一轮轮规模空前的量化宽松，实际上就是在用全世界的钱为他们的经济行为买单，这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在下跌阶段，除了财政和经济状况恶化，贫富分化、价值观冲突、政治分歧也都会越来越明显。各种政治极端主义、民粹主义会抬头，富人担心自己的财富被剥夺，他们就会把财富从国内转移到自己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金外流导致国家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减少，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陷入恶性循环。根据达利欧的判断，美国目前已经进入下跌阶段，处在国家兴衰大周期的后半段。他对比了美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光谱，发现50年前美国两党的大多数人是中间派，极端分子没有那么极端，但现在极端人士越来越多，持中间立场的越来越少。政治极化也是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表现。好，刚刚我们介绍了达利欧的大国兴衰模型，这个模型把历史兴衰的大周期分为3个阶段。前面提到，达利欧为了建立这个模型，对历史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考察了各种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终提炼了18个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他认为最核心的因素是3个周期，分别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请注意啊，这里讲到好几个周期，最大的周期是国家从兴起到衰落的周期，在这个最大的周期里，还有其他或长或短的周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说到的这3个。在这些周期的影响下，国家在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统一与分裂等各种极端之间循环。达利欧认为，这些周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基本上没有变化，因为驱动这些周期发展的是人性，而人性从古至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比如恐惧、贪婪、嫉妒，这些基本情感始终没有变过。那么接下来我就为你重点介绍一下这3大周期。第一个周期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这个周期通常可以持续50到100年，中间又会有6到10个短期债务周期，一个短期债务周期一般持续8年左右。为什么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会对国家兴衰产生影响呢？这是因为国家和国民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财富，而财富的增加和减少与债务和资本市场的波动密切相关。要搞懂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的特点，首先要明白货币体系的分类。达利欧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货币体系分为3类。第一类是硬通货，也就是黄金、白银等金属硬币。第二类是硬通货债权，也就是银行票据和债券。第3类是法定货币，比如人民币、美元、英镑等等。达利欧认为，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可以拆分成6个阶段。第一阶段并不存在债务，或者债务很少，人们使用硬通货，也就是金属货币进行交易。第二阶段开始出现硬通货债权票据，因为随身携带大量金属货币既不方便又有风险，所以会出现钱庄、票号、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来供人存放金属货币，同时发行各种债权票据，比如汇票、债券。当大家都认同这些票据的价值的时候，那么票据就可以直接用来交易。第3个阶段是债务增加，刚开始债权票据的数量和银行里储存的硬通货是大致相等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出现2个麻烦：一是借债的人没有足够的钱还债；二是金融机构发行的债权数量增长太快，超过了商品和服务增长的速度。这就会进入第4个阶段，也就是债务危机和违约。当私人银行陷入债务危机，
他们要么选择违约，要么找政府帮忙纾困。但如果中央银行也陷入了债务危机，那就只能降低债权价值，也就是少还一点，比如只还 50% 到 70%。 第5阶段，当债务规模达到极限，为了维持经济运行，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会大肆的印钞，让货币和债务贬值。实际上，这是变相的对持有货币和债券的人征税，而持有货币和债券的人会想办法出售债务资产，或者把财富转移到其他的储存手段上。这也就进入了第6个阶段，回归硬通货。债权人出售债务资产，转而投资黄金、白银之类的硬通货，或者投资其他国家的货币和资产。当货币贬值和债务违约变得过于极端，货币和信贷体系就可能会崩溃。政府想要重建人们对本国货币的信心，就必须回归某种形式的硬通货，也就是重新回到第1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周期。你看，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适当的债务规模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而过度的债务会导致经济泡沫，乃至造成持续的大萧条和金融危机，因而它是影响国家兴衰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关于这方面，达利欧还有一本专著叫《债务危机》，咱们听书栏目也解读过，你可以找来听听。好，说完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我们再来看第2个核心周期，也就是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它指的是国家内部治理形成的治乱循环。同样，达利欧把这个周期也分为6个阶段。第1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新的政权往往是通过各种军事或者是政治斗争取得的。在这个阶段，斗争的胜利一方赢得控制权之后，通常会残酷地清除残余的反对派，并为争夺权力展开内部斗争，以巩固胜利果实。第2阶段是建立并完善资本配置体系和官僚机构，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使人们愿意遵守新的法律和规则，愿意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继而实现早期的繁荣。第3阶段是中期和平与繁荣时期，这是内部秩序周期中的最佳时期。在这个阶段，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一代比一代过得好，人们对未来普遍持乐观态度，大家拥有相对平等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各种体制创新创造了多元的发展机会，债务的适当增长促进生产力提高，推动实际收入增长。这样的国家对外来人才也极具吸引力。第4阶段是过渡时期，也叫泡沫繁荣时期。这个阶段开始出现经济泡沫，投资者、金融机构、个人和政府都对未来的前景盲目乐观，认为经济繁荣会一直持续下去，各种资产会不断的升值，于是机构和个人举债购买各种资产，这导致资产的价格升高，债务泡沫不断的膨胀。达利欧说，在这个阶段，更多的资金被用于普通消费和购买奢侈品，更少的资金用于盈利性的投资，因而基础设施和研发的投资减少，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放缓，经济效率降低，国际竞争力下降。这种情况在1988到1990年的日本，1929年和2006至2007年的美国都出现过。紧接着他们都遭遇了巨大的经济危机，进而波及全世界。进入第5个阶段，财政状况糟糕，群体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达利欧说，这个阶段有一个典型标志，那就是政府拥有巨额的赤字，因而发行大量的债务，但已经没有买家愿意购买。当政府的资金耗尽，就会进入第6个阶段，也就是出现内战，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说完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我们再来说说第3个周期，也就是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所谓外部秩序，也就是国际秩序或者说世界秩序。达利欧说，内部秩序周期的6个阶段同样适用于外部秩序，因为在外部秩序中也有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不过他认为，因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对主权国家的约束力有限，如果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超过国际组织的约束力，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越过国际组织采取行动。所以达利欧说，国际秩序与其说是遵循国际法，
不如说是丛林法则。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于世界秩序单独存在。国家之间既会有合作，也会有竞争。通力合作可以实现双赢，恶性竞争会导致双输。在双赢和双输之间的转变，往往也具有周期性。达利欧把国家之间的斗争分为5种类型。第一种是贸易战，这是近几年频繁发生的。斗争的各方通过关税等手段限制进出口，来维护本国利益，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第二种是技术战，也就是在技术上进行竞争，不让国内尖端科学技术外流，保护国家技术方面的安全。第三种是地缘政治战，这主要涉及领土争端和国际势力范围的争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摩擦，只不过还没有上升到战争的地步。第四种是资本战，也就是使用各种金融工具实施经济制裁，比如通过切断资金和信贷来惩罚那些需要资金的国家，又比如限制对方的资金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第五种是军事战，也就是直接的军事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外部秩序对国家经济的兴衰、政治的稳定越来越重要，也是我们在对国家状况进行考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好，关于3大核心周期我就介绍完了。达利欧认为，如果这3个周期同时处于有利阶段，国家就会变得强大，不断崛起；如果这3个周期都处于不利阶段，那么国家就会变得疲弱，走向衰落。前面提到，达利欧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搞懂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并且为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找到方法。说白了，他所做的研究不是为了纯粹的学术目的，而是为了指导现实投资，让自己能穿越历史兴衰的周期率。不过这本书不是教你在短期内该选哪只股票、哪个行业，而是要告诉你如何在长期投资中避开风险，赢得先机，获得更高额的回报。我今天为你介绍的是书中最核心的分析模型。达利欧用这套模型对10多个经济体的各项指标和综合实力进行了评估，分析他们各自的优势和短板，建立模型进行宏观思考，这是世界顶级投资家的共同特点。不仅达利欧如此，像索罗斯、巴菲特、查理芒格等人都是如此。如果你想在投资上获得更多的回报，一定不能只顾眼前的涨跌，而需要去搞清楚更长期的规律和原则，明白自己正处在历史周期的哪个阶段，找到那些看似无关的事物背后隐秘的联系，你才能穿透现实的迷雾，比别人更早地预见未来。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